按这个哈，然后7979。想体验家具得先按密码，因为这是一家无人家具馆。扫墙上 QR code， 通关密码就会发送到手机，接着就能芝麻开门。这个是可以拿上哦，可以拿上来的。偌大空间没有半名店员，有兴趣的家具自己摸自己看，有问题扫商品 QR code 就能线上查询跟发问。这种线下体验、线上订购的销售方式，正在颠覆马来西亚家居市场。现在都是比较无人商店比较流行是这样啊，就是说可以给自己看，然后又可以扫描看一下，然后多一些其他的款式哦。我们做一个场景，让客人想象一下，我家如果是这样有这样的空间，我怎么搭配这样子，这样他们比较有概念。设计无人展厅的是他，家具设计师林丽兰先生是台湾人，进入家具业已经30年，展间大大小小物品设计推销都由他一手包办。Candice， 你可以走来这边示范怎么在榻榻米上面 enjoy 吗？对。OK， 好。她的产品外销全球30多国，还被选为10大女性企业家。因为我们是卖家具的嘛，那家具大家都要体验，比如说沙发，他想试坐一下，有没有？可是我们又不想说，像开到很大，或者是说需要很多人来服务的，因为这样就增加成本嘛。所以我们就发现到说，线上跟线下结合是很重要的。然后再来，后来我们又在做了自媒体就是说3个串起来啦，因为自媒体会比较活泼一点，然后带动把人群带动去就是网站，然后去网站看了过后，我想体验，他又来线下，就是一个三角形这样子。新冠疫情后开发的新商模，让林丽兰可以及时掌握顾客喜好，又可以节省人力成本。她的工厂位于马国南部城市麻坡，这里30年前原本是农村，因为台商进驻带来订单技术，一跃成为马来西亚最大的家具生产重镇。这是橡胶木的平板，桌面、椅面用的，因为它是橡胶木产地那个时候在台湾做还要进口，台湾要从马来西亚进口过去，有原料优势，有人工优势。林丽兰的先生汪道荣就是最早进驻麻坡的台商之一。他原本帮大厂 OEM 代工，做桌脚、椅脚等配件，后来决定升级制造商 ODM， 替国外品牌设计打造全套家具。这个是自动裁板机，就是说我们一片大板做成家具每一个配件，我们只要输入电脑，它的尺寸就出来了。不过，随着政府鼓励种松榆树取代橡胶树，以及中国、越南等更便宜劳动力兴起，麻坡不再具有绝对优势。加上合作品牌商动辄威胁撤产线，汪道荣跟林丽兰干脆自己成立品牌。大片式的，这样比较能够保护那个床垫。不过这个不够了哈，你觉得？够啊？没有，因为这个洞太大了。只是做品牌说来简单，光是设定市场就得费好一番功夫。家具的地域性很强，因为他的生活习惯会影响到家具的使用。日本有榻榻米，所以他很多家具放榻榻米上面，所以他就不喜欢太重的材质。那你要是中国、美国太轻，他说这个风一吹都倒了，所以完全不一样的生活习惯。锁定市场，量身设计家具。如今品牌最大的出口国是日本，国情充分反映在成品上。其实是一个长凳，也是一个咖啡桌，然后也是一个猫咪的小屋子。所以如果说是要开那个我们讲说那个宠物咖啡馆，这个就很合适了。我们的日本客人会每次跟我说：“哎呀，我们的房子很小，你想办法再给我们多2、3个功能，这样子，这样他们被卖出去的几率就很高嘛。”所以我们每天都花尽心思，有没有？什么都希望是最少2个功能以上的。除此之外，现今潮流、环保更是一大考量。
如何充分利用珍贵木材，台湾给了他点子。那我们每次回台湾的时候，就会去彰化找我们的朋友，之后我们就会去逛他的那个玻璃的那个好像体验馆这样。我就发现到很多他用那个玻璃的边角料做成那个坠饰耳环啊什么之类的。那时我就在想，哎，你的玻璃的边角料可以变成商品，我们的木材的边角料怎么以前啊都拿去烧了？这样比如说像你看这个是从那个做那个猫家具剩的衣料做的，像我们也可以做成时钟，好吗？做成镜子。物尽其用，木材废弃率从原本高达15%，大幅缩短到只剩3%。如今无论产品设计、品牌推销，都由林丽兰主导。年过70的汪道荣退居幕后。他每次有跟他朋友开玩笑讲，哎，你们两个这样在公司会不会吵架？会不会怎样啊？他就会用一个很经典的，我觉得可以很适合跟人家分享。他就说，哎，公司的大事情都是我决定的，小事情都是我老婆决定的。可是什么是大事，什么是小事，是我老婆说了算。两人职务角色转变，如同10几年来家具业变迁缩影。一开始台商领进门，但青出于蓝胜于蓝，现在是在地厂商撑起一片天。我们麻博有个特色，就是说它是一街一色的。政府觉得说这样比较省期啊，要不然以前就是很杂乱。从没想过家乡能成为首屈一指家具大城，甚至进一步成为观光景点。林丽兰与汪道荣持续扎根打拼，从代工到品牌，用另一种姿态继续擦亮马来西亚家具招牌。